嗨，好久不见！相信大家已经知道新的 HSK 已经出来了。现在新的 HSK 1到3的教材已经发布。那以往过去几年我都是用旧的 HSK 教材进行教学。我已经看了新版 HSK 的教材，发现了有很多改变的地方。那在这个视频呢，我就会通过增加、减少以及变化3个方面来讲一讲新旧 HSK 教材的变化。那我们开始吧。第一个增加的内容就是在新版的 HSK 教材的一开始增加了对之后参与对话以及提到的所有人物的介绍。那这个在旧的 HSK 教材里是没有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对于初学者来说，他们并不能判断这个是一个名字还是一个其他的名词，所以这个名字的介绍是非常重要的。其实，第二个增加的点是，他们增加了一个助教的角色，也就是除了一个正规的语法的解释外，在一些文段的上面或者是旁边会有一个助教的角色来对一些小小的语法点进行介绍。比如说这个词语在这里第二个字其实应该读轻声，或者这个词语在口语里我们会这样说，或者是比如说他提到喝热水这个词语，他会解释在中国喝热水是一种更健康养生的方式。这样的小小的解释其实它不会变成一个很大的语法点放在课文的后面，但是它也是非常重要的语法点或者是文化知识点，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补充。第三个增加的内容是新的 HSK 教材，它扩大了它的词汇。那我觉得它主要扩大的部分就是口语的词汇，以及它的语法增加了很多更加实用、更加常用的口语的语法。比如说在 HSK 里面，它增加了一个好 plus verb 这样的语法。其实这个语法在现实生活中非常的常用，但是在书面语可能没有那么常用，所以以往的教材、旧版的教材里是没有的，但是在新版的教材里增加了这个语法，这个是非常重要且实用的。又比如说像天啊这样的词语，它也是在口语里非常常用的词语。又比如说 HSK 3里也增加了很多常用的口语的词，比如什么的、得很，还有看起来这样的词，在口语里也是非常常用的词语。第4点是增加了很多很重要的语法点，比如说像状语，它分了很多种，比如说时间状语、地点状语、程度状语。这些状语我们知道有它们的存在，但是它们在句子里的顺序如何，也是以前的书里没有的，但是在新的 HSK 里增加了这样的语法点。又比如说像离合词这样的语法，在原来旧版的 HSK 里是没有解释的，它直接是那样使用。比如说洗澡，洗了半个小时的澡，有的学生就会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半个小时要加在这个中间，但是它并没有一个语法点来对这个语法现象进行解释，但是这个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常用的这个语法点，在新的HSK 的教材里也进行了解释。第5点是新的 HSK 教材增加了一些很有趣的绕口令，这些绕口令其实可以帮大家练习一些拼音的发音，比如4是4，10是10，14是14，40是40，
这样的绕口令其实我小时候也喜欢练习，可以帮助我练习我的平翘舌音，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有趣，而且是很有用的。第6个增加的点是在每一课的开头增加了学习的目标重点，以及在课的结尾增加了学习内容的检测与总结。这个其实可以有效地帮助学习者知道我这一课我要学习什么，那我重点要去找或者学习掌握这个点。那在结尾的时候可以检测，再回忆复习，看一看我这一课学习到什么，我觉得是很重要的。第7个增加的点是在新的 HSK 教材里增加了听力练习的内容，这个在旧版的 HSK 教材里是没有的，所以就缺少了听力这一部分的练习。但是听和说肯定是分不开的，我甚至觉得在一开始听的时间应该多于说的时间，或者是读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非常的重要。而且在 HSK 考试里是有听力这一部分的，所以听力的练习这一部分非常重要。那刚刚已经讲完了 HSK 新的教材增加了哪些内容，所有增加的内容我都说了很重要，但是我们现在要来聊一聊减少了哪些内容。对我来说，这些减少的内容是不是也很重要呢？我们来看一看吧。第一个减少的内容是新版的 HSK 减少了在课后一些拼音组合的练习。那些组合的练习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点无聊的，那它肯定是比不上新版教材的那些绕口令的练习有趣，所以我觉得它的减少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第2个部分是新版的教材减少了发音舌位图。其实我觉得那些发音舌位图是有一点点抽象，有一点难理解的，它需要更多的方法去学习了解这个发音是怎么发出来，怎么正确的发音，特别是一些很难发的拼音，比如说z c s g 七西这样的音，单凭那张图片肯定是不能学会发这个音的，所以我觉得那些舌位图可有可无，被删掉也没有关系。第3点是他们减少了对汉字的结构、笔画各种的练习以及讲解。这个部分我觉得需要再聊一聊，因为汉字它是分为很多部分的，我觉得如果它减少一些很复杂的内容，比如说横折折钩什么这样的对这个笔画的名字的认识，我觉得没有必要。但是一些最基本的，比如说最基本的7个汉字的笔画是要学习的，因为它们是所有笔画的基础。如果你连捺和点的区别是什么你都不知道，那这个你写汉字的时候很容易就写出一个错的字。还有比如说这个汉字是有结构，上下结构、左右结构的。那比如说一个是上下结构，但是它的下面的结构有左边和右边的，你把这个左边的写成它的左边，就是整个汉字的左边，那它就变成了左右结构，那这个字就是完全不对了。所以我觉得这些最基本的汉字的知识是应该留下的，但是一些更复杂的笔画的名字，或者是一些汉字的这个它放在那里的图片，其他的更复杂的讲解，我觉得可能对于初学者来说有点太难了，也可能觉得有点无聊。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使用新版的 HSK 教材进行学习，但是对汉字的书写很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看旧版的 HSK 教材，特别是 HSK1 的教材。新版的 HSK3 减少了一个旧版的 HSK3 有的一个练习，这个练习叫做旧字新词，就是把以前学过的字把它放在一起，会发现它变成一个新的词语，然后这个词语跟它的2个字是有关系的，所以这样你会发现学习汉字其实学习词语是非常的快，就是你学习了这些字，然后放在一起就变成一个新的词，你甚至不需要再去背一个多的词语，你就已经知道了这个词语的意思。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是应该保留的。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看旧版的 HSK 教材。好了，那现在我们来讲一讲没增加也没减少，但是有一些变化的部分。第一个变化的点就是新版的 HSK 它的对话更加的口语，所以也更加的自然。它使用了更多的口语的词汇，让这个对话没有那么的书面语，在日常生活中用起来也不会有那么一点点奇怪。那同时新版的 HSK 的图片也进行了更新，原来的图片看起来就是很多年前的中国的样子，现在进行了更新，所以更加的贴近现代真实的生活。第二个变化的点是，我觉得真的是改得太好了，就是在以前旧的 HSK 的教材，每一课的结尾会有一大段文字的介绍一个中国的文化，而且是一个大多数人不会感兴趣，可能不会感兴趣的文化的内容。但是现在的新版的 HSK 教材就去掉了这个内容，但是他们增加了一个文化解释的小视频的部分，所以如果你对这个文化感兴趣，你可以观看关于这个文化的视频，它不会占那么长的一段这个篇幅来解释，而是如果你感兴趣，你对这个文化感兴趣，那你去看这个小视频，可以更有趣的了解这些文化的内容。而且它新的文化的解释呢，也是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比如说筷子的文化的内容，或者是红包的文化的内容。第三个变化的点就是新版 HSK 教材的语法的解释更清楚也更简单。就比如说新版 HSK 教材对时间的解释，它使用了表格列举的这样的方式进行解释，就更清楚也更简单。还有旧版的 HSK 教材在语法解释的部分给的例句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还没有学过的词语，所以学生在看的时候就会有一点迷惑。但是在新版的 HSK 教材的例句里，它用的词语全都是已经学过的词语，这样学生就不会花更多的精力去想这个词语是什么意思，而是花更多精力去理解这个语法的意思。有一点我忘了说，补在最后吧。第5点是新的 HSK 教材里没有介绍音变的规则。我觉得介绍音变的规则比较重要，因为这些音变现象在大多数句子里存在。如果学生不知道这些规则，很容易觉得很奇怪。明明标出来的声调是3声，为什么听起来是2声？甚至有的学生可能会误以为自己的听力不行，分辨不出各个声调，不了解这些特殊的规则，变成学生学习声调的障碍。音变现象的规则非常少，所以是花很少的时间解决很大的问题。因此我觉得新版的 HSK 没有专门的部分
解释音变现象，非常可惜。不过，如果大家想要学习音变现象，可以使用旧版 HSK1 的教材，也可以观看我的一个介绍所有音变现象的视频。在视频里，我整理了所有的音变现象。好了，那这就是新版和旧版 HSK1到3教材的区别了。我个人觉得大部分是比之前的旧版做得更好的，除了这个汉字的部分。但是如果你对汉字的部分很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再看一看旧版的 HSK 上对汉字的讲解。那你觉得新版和旧版的 HSK 怎么样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说说你的看法。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下次见，拜拜。